Hello，大家好啊，这里是。人乐一家。那现在已经是9月份了，那德国的大选之日也即将临近了。默克尔在做了4任总理之后呢，要退休了。现在我们在大街小巷都看到了竞选的广告，有五花八门的党派，竞争很激烈的样子啊。那像在巴伐利亚呢 ，CSU 是这里的老大。那还有可以看到 CDU 啊、SPD 啊、FDP 啊，还有绿党，还有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党派。那我们的德国朋友呢，给我们推荐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网站，推荐我们做做，它叫 Wahlomat。它呢有几十道题目，然后你需要完成这些问题之后，它会在后台分析你的答案，最终得出结论，告诉你你的政治思想更加倾向于哪个党派。那现在呢，我和乐乐一人一台电脑，我们来试一下，看看我们会得出什么样的结果。那我们的德国朋友说了，要是你们得出的结果是 AFD 啊，就要跟我们断交了。废话不多说，现在开始吧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已经打开这个网站了啊，叫 Wahlomat。然后我们选择 Bundestagswahl， 他说不是推荐你选哪个党派，只是说给你一个关于大选和政治的信息。我们点开始吧。首先第一题啊 ，Tempo Limit， 所有的奥托棒都应该有一个普遍的一个限速。对于我来说呢，德国的一大特色和亮点就是高速路上有些路段不限速啊，多刺激啊！乐乐呢？我选不同意啊。哦，对。我觉得不应该有 tempo limit， 应该选不同意。对，第二个，要提升这个国防的支出，中性吧。不太懂德国的国防，所以我会选中性。那第三题是德国大选呢，他说应该从青少年16岁起就应该开始选举了，觉得协议，我会选中性。我觉得我不同意，因为德国的小孩16岁，有些想法还是挺激进的。推广风能应该结束，不同意。不同意，我觉得风能还是可以的吧？难道还要推广核能吗？第五题，限制房屋租金上涨，房东呢想涨房租这个事情得有法律来更严格来限制。我会选我不同意，我觉得现在已经挺严格的了，尤其像柏林是特别严格。柏林上次说那个市政府要限制，但是最后最高法院给驳回了嘛。对，我觉得这种做法是政府过度的干预自由市场。对我来说呢，我持中性。我觉得现在不管房价还是租金都有点过分了，特别像在慕尼黑吃过太多苦头了，所以我还是觉得 Neutral 吧。我觉得政府应该加强它的保障住房，而不是来限制房东的市场自由。然后第6个 Patentschutz für Impfstoff， 新冠病毒的这个疫苗呢，应该通过专利继续被保护住。我们知道之前那个拜登好像说想把这个专利开放出来，给那个不发达的国家也能打上疫苗。但我觉得这也是过度干预，我还是支持保护他们的专利。如果他们愿意公开，那当然是个很好的造福人类的事情。觉得这个辛辛苦苦研究那个专利还是得保护住的啊。2038煤来发电要淘汰掉党，我会选中性，我支持淘汰它，但我确实不知道这个38年是不是一个可实现的目标。2038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我就支持吧。换成其他能源。第8题 gesetzliche Rentenversicherung， 所有的受雇人员，所有的打工人呢，都应该受到那个退休保险的保障。那当然了。我同意，但是我想问，难道现在不是吗？ Abschaffung des Familiennachzugs， 被承认的难民家庭团聚的这个权利应该被取消掉。我觉得，哎呀，这个作为外国人也难说啊。当然，我看了很多那些阿富汗、叙利亚那边打仗的情况很惨呐，但是你说所有的都同意的话，我也不好说。对纳税人来说，是负担还是挺重的。政客看到电视上一直在说什么2015年发生的那个事情不能再让它发生，对，那我觉得我还是持中性态度吧。我也会选中性。Steuer auf Digital Dienstleistungen， 说在德国搞数字服务的那些公司应该被征税，难道现在不征税吗？我也在想啊，难道现在不征税吗？好像是前一阵子他们欧盟一起开了个会，说要对 Google 啊、Facebook 啊这些大公司进行全球征税什么的。这个我不是很明确，但我觉得这个数字服务应该是要被征税的呀。我觉得我会选同意，虽然我不是非常明白它所谓的数字服务是什么。Die traditionelle Familie aus Vater, Mutter und Kinder soll stärker als andere Lebensgemeinschaft gefördert werden。这个我不同意了吧？其他的家庭形式指的就是同性恋，同性家庭。不光同性恋，德国还有那种什么2男1女啊、2女1男啊这种开放关系的。但是这个是法律上的 partner 吗？这个也不知道。我会选中性。我选择我不同意，我觉得应该是各式各样的嘛，只要不伤害别人的前提下都是应该可以的嘛。
接下来大公司向党派捐赠应该继续被允许。我会选中性。就是我觉得他们应该接受捐款，但是要在一定的限制条件之下。像美国好像他们被大公司操控，或者韩国操控比较严重啊。Elternabhängigkeit， 无论父母有多少收入，他都应该能申请到 BAföG。那现在的规则是什么样？富的能不能申我不知道，反正贫困的是肯定可以申请的。我会选中性吧。我不同意，我觉得家里条件好的就不应该去申请 BAföG 了吧。那万一家里条件好，但是爸妈不给他钱，那是另外一回事情，那是他爸妈的事情，应该不要去占用社会资源嘛。Deutschland soll es generell möglich sein, neben der deutschen eine zweite Staatsbürgerschaft zu haben。呀，那我当然同意啦。我会选中性。我当然希望我能有双重国籍，是吧？因为我没有这个国籍，所以他允不允许双重国籍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太有所谓的事情。好，15题 sprachliche Berücksichtigung von Geschlechtsidentitäten。讲话的时候，那个语言上要考虑到性别认同啊。同意吧？社会在进步嘛，现在男的、女的、中性的，也不说中性的，或者变来变去的，这个各种各样都有嘛。考虑一下。我也会同意。我觉得他说的是那个除了男女还有第三种性别之类的。那他们会怎么表达？我忘了。第16题 ，Die Ostsee Pipeline。这个是和俄罗斯的那个气管。Nord Stream 2 Die Gas von Russland nach Deutschland transportiert soll wie geplant in Betrieb gehen dürfen。这个输气应该继续进行是吧？我觉得应该 OK。我会选不同意。Der Solidaritätszuschlag soll vollständig abgeschafft werden。我同意，我不想交这个。这个今年其实已经取消。两德统一附加税是吧？今年取消了，在工资单上有体现。Kopftuch im Dienst。指的头巾是那个。对，就是包的穆斯林的头巾。他说在那个 Beamtin 公务员吧，就是市政的服务的人员，应该普遍 generell 允许。我会选择中性吧。我会选同意。我觉得包了头巾还好，但如果是服务的我的那个人遮住面的话，我会觉得不舒适。Verbrennungsmotor 允许新车子使用燃油发动机，你同不同意？我觉得。我会选中性。我觉得选择同意。这个燃油机你完全废弃掉也不一定是件好事嘛。不愿意开电动车的就继续开燃油车。不，最近这个德国的汽油、柴油价格越来越贵啊。Der Bund soll mehr Zuständigkeiten in der Schulpolitik erhalten。这个我脑里塌了，我们还没小孩啊，我不知道。我也会选中性，因为不太知道他在说什么。Antisemitismus 好像是反犹太吧？我会选反对。我会选同意。我觉得反对反犹太主义是必须的，但是为这个事情提供更多的财务支出，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。这些钱可以放在更有意义的地方。好，22题。哎呀，和中国有关系了。Aufträge an chinesische Firmen， 就中国公司不应该就做基站之类的，有订单做这些信号沟通的基础设施架构啊。这个我当然是反对的啦。我会同意。就我觉得他们应该不仅是中国，可以说是你除了德国或者说除了欧盟的公司，他们都应该非常谨慎。Kirchensteuer， 国家向宗教团体征收教堂税啊，教会税。这个我就中性吧，这个我不知道。我也会选中性，因为我不交。Verkauf von Cannabis 啊，卖大麻，这向荷兰学习嘛，允许自由卖大麻。这个我觉得不同意。这个最近看过 Netflix 上那个德国男孩子通过网上卖毒品啊，那个还是挺可怕的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。25题 Austritt aus der EU 要退出欧盟，我不同意。不同意，欧盟还不如解了。Frauen und Männer auf Landeslisten， 我也不知道，难道他们的名单是男的一列，女的男的一列，女的一列？他现在要两个一男一女，一男一女这么交替来嘛？这个我无所谓，我弄一套。就跳过吧，我不太懂。Abrechnung für Fallpauschalen， 这个住院治疗在医院里面应该继续统一收费。我没有住过院，不知道他们怎么收。我选择中性吧。我也选中性。Steuer auf höhere Vermögen， 向富人征更多的税啊，这个我中性。
我会选中性。富人现在应该是更富了，就是他提高这个税率，最终会转嫁在消费者身上。然后富人其实有无数种办法避税。好，29题，哎呀，这个很有意思。那个公共场所这个视频监控应该是允许被植入这个人脸识别的软件。不同意。这个我保持中性吧，因为这个我觉得有好的一面，坏的一面。抓恐怖分子应该是比较有用的，但当然也侵犯了公民的肖像权，对吧？APA Owner King 的没有小孩的夫妻也应该在税收上面得到优惠。不同意。接下来各个国家的那个人口都萎缩了，德国的老龄化其实已经很严重了。这个就是变相的要你生小孩吧，但是我持中性。它其实也是你小孩未来为这个社会做的贡献。但是我觉得人家想做丁克，你就要给他收更多的税。Ökologische Landwirtschaft 有机环保的这个农业应该被更强的推广，相比于保守的这个保守农业，我觉得就是那个鸡笼，一堆鸡关在鸡笼里面，工业化的生产方式。我会中性吧。我会推荐。我不知道他所谓的有机农业会不会影响它的产量啊。然后 Islamische Verbände 伊斯兰的这个组织宗教团体协会应该被国家级承认啊。我持中性吧，因为我不是宗教人士。我也中性。Anstieg des CO2-Preises 我觉得同意吧，应该要环保啊。虽然好像网上说那个全球变暖是势不可挡的，这个趋势是没法变的，就是我觉得还是减少碳排放应该对环境更好嘛。Schuldenbremsen 这个负债刹车是什么意思啊？Was ist die Schuldenbremse？ 这是 die Haushaltsverbund。 A few minutes later， 我会选跳过，因为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。对，我也会选跳过，我也不知道这个什么平衡预算修正案是什么东西。这个难民 nur für politisch verfolgt 是保护受政治迫害的人。那战争算不算？他应该不算。战争都不算，那什么？政治迫害，我是不同意。我也不同意。我觉得除了政治迫害，应该还有更多的宗教迫害或者其他的迫害嘛。Erhöhung des Mindestlohns 提高最低工资吧，最少提高到12欧，那我同意吧。我同意啊。都通货膨胀成这样。Besteuerung des Flugverkehrs 对那个航空应该征收更大的税。这个我中性。我也会选中性。那个毕竟还是坐飞机最快啊。最后一个Home Office 企业应该自己决定是否允许员工在家上班。同意啊。这当然同意了。假如我想找允许 home office 的工作，如果这个雇主不同意，双向选择，我可以不选择他呀。是啊，不同意是红的大叉叉，然后中性是黑的，同意是绿的。他再让你确认一下。好 ，weiterhin zur Auswahl der Partei 选 CDU、SPD、AfD、FDP、Linke、绿党，然后继续是吧？看看结果啊。好了，我们这个测试结果也出来了。那在我这里呢，排名第一的是 CDU、CSU， 占比到 66.2%。那 CDU 的全称呢是 Christliche Demokratische Union Deutschlands， 基督民主联盟。然后 CSU 呢，它的全称是 Christliche Soziale Union in Bayern， 基督社会联盟。CSU 是主要在巴伐利亚的这个党派。CDU、CSU 在乐乐这里排名第四名，只有51.4。对，那你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党派吧。它其实是两个党派，也就是基民盟和基社盟。他们成立于1945年之后，在德国来说是中间偏右的，偏保守，主张经济自由和基督教社会统一立场。目前的总理麦克尔就是 CDU 的，接任他的竞选者呢就是Armin Laschet， 但是 Armin Laschet 呢，在这次水灾被拍到笑嘻嘻在那开玩笑，所以他支持率一路不该呀，非常的不乐观哈。那乐乐这里排名第一的是什么党派？是绿党，跟我的契合度有58.3%。Grüne 它就名字就叫绿党，它是1993年由西德的绿党和东德的联盟90合并而成，所以全称是联盟90-绿党。它是一个左翼党派，提倡绿色环保，反对扩军，反对核能，支持女权运动等等。他现在的总理候选人是 Annalena Baerbock， 很年轻，执政经验呢不算丰富。那他们的思想好像很受年轻人的喜欢，年轻人的支持率挺高的。与我契合度
第2位的是 SPD 59.5%，它的全称是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， 是德国社会民主党。那这个党在乐乐这儿的接近度第是6名，只有43.1%啊。对，是非常低的。它成立于1863年，是目前历史最悠久的一个党派，在德国是中间偏左的党派，比刚才说的基民盟及社盟要左，但是比绿党来说还是要靠右一点。这个党派呢是自己为弱势群体、工人的代表，他重视社会福利保障。那这个 SPD 的候选人呢叫做 Olaf Scholz， 那听说这次他成功的概率很大。哦，我听说是 CDU、CSU 因为赖舍子在灾难现场被拍到笑嘻嘻的，然后支持率一路下滑。绿党的那个 Baerbock 因为简历的问题被人爆出来，支持率也在下滑。然后 SPD 什么也没干，他们的支持率就在上升。那看来是坐收渔翁之利啊。那我们再来看一下，在我这里排第3，在乐乐这里排第2的是这个 Die Linke， 然后这个左翼党派是什么？它名字就叫左翼。它成立于2007年，提倡民主社会主义，提高国家福利，主张让国家没有穷人。那最后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 AFD 和 FDP 啊。AFD 我们前面说到，我们朋友说要是我们接近于 AFD 的话，就要跟我们绝交，是为什么呢？这个 AFD 叫 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， 这是德国另类选择党，它非常的新，成立于2013年。它是一个右翼民粹主义政党，反对移民，反对德国对其他欧盟成员国的财政援助，是非常排外的一个党。对 ，FDP 呢叫做 Freie Demokratische Partei， 叫做自由民主党，主张自由经济，强调的是个人的自由啊，然后一直强调要自由市场，强调全球化，然后强调不要征税。OK，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啦。那我们会把这个 Valomat 的地址链接呢放在留言评论区，喜欢的朋友也可以试一下，看看你们更接近于哪个党派。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，记得订阅、留言、点赞、分享哦。那么我们下周5再见啦，拜拜拜